请大家想象一下，有一种食物正悄悄在摧毁我们的健康，它就是发炎食物。它看似寻常，却一步步破坏着我们体内那群重要的小家伙。肠道菌群引发各种慢性疾病，更可怕的是，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心甘情愿地吃下它，还以为它无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个隐藏在日常饮食中的肠道杀手的真面目，以及如何通过自然疗法来扭转乾坤，重拾健康。什么是发炎性食物？简单来说，发炎性食物就是指那些会在体内引起慢性发炎反应的食物。发炎本身其实是身体的防御机制，例如当你受伤或感染时，发炎反应会动员免疫细胞来对抗外敌，这是一种急性的、短暂的发炎，有助于痊愈。然而，如果这种发炎反应长期存在，变成慢性发炎，情况就不妙了。想象一下，身体里有一团不灭的火苗，持续的灼烧组织器官，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导致各种疾病。而某些食物就像点燃这团火的火种，不断添加燃料，使得发炎长期存在。我们把这类容易引起慢性发炎的食物称为发炎性食物。很多慢性疾病的背后都有慢性发炎的影子，例如心血管疾病、第二型糖尿病、关节炎，甚至某些癌症和失智症都与慢性发炎有关。所以，控制慢性发炎对维持健康至关重要。而控制发炎的一大关键就是管住我们的嘴，远离那些发炎性食物。在探讨发炎性食物时，我们一定要认识身体里一个重要的隐形器官——肠道菌群。你或许听过，人体肠道内住着上百兆个细菌，它们组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被称为肠道菌群。这些菌群平时默默无闻，却对健康至关重要。它们帮助消化食物，制造维生素，并与免疫系统合作，保护我们免受有害菌的侵袭。健康平衡的肠道菌群就像一个和谐的社区，益菌是守护者，坏菌则被控制在少数，不兴风作浪。然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坏菌势力壮大，就会带来麻烦。那么，发炎性食物和肠道菌群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很多发炎性食物的破坏力不仅在于它们引发发炎，还在于它们会扰乱肠道菌群的平衡。换句话说，发炎性食物往往是肠道菌群的天敌。当我们吃下这些食物时，肠道里有益的细菌可能受到打击，而有害的细菌和酵母则乘机繁殖，导致菌群失衡。我们的肠道内壁犹如身体与外界的边境，如果益菌不足，坏菌猖獗，这层保护墙就会变得脆弱，出现所谓的肠漏，也就是肠道通透性增加。结果，各种不该进入血液的有害物质趁虚而入，免疫系统见状如临大敌，再次引发全身的发炎反应。如此恶性循环，身体怎能不出问题？听起来很可怕吧？那么究竟哪些是凶手级的发炎性食物，以至于被誉为发炎之王呢？其实你一定不陌生，这些食物就在我们每天的餐桌、办公室、零食甚至饮料中，让我们一一揭晓。首先，精制糖绝对榜上有名，白砂糖、玉米糖浆、高果糖浆，这些精致的甜味剂无处不在，从糕点、饼干、含糖饮料到各种酱料，无所不包。为什么说糖是发炎的火药？当我们摄入过多糖分时，血糖急剧升高，迫使胰岛素大量分泌来降低血糖。长期高糖饮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也就是细胞对胰岛素麻木了，血糖经常维持在高位。高血糖环境会损伤血管内壁，引发发炎反应。同时，糖分子还会与蛋白质结合，形成有害的糖化中产物，它们如同铁锈般损伤细胞，并刺激发炎。此外，糖是坏菌和酵母最爱的养料之一，吃太多糖就像在肠道里给有害菌开宴会，益菌却挨饿受冻。研究发现，高糖饮食会降低肠道有益菌的多样性，增加有害菌比例，使肠道菌群组成失衡，进而引发发炎。难怪有人把精制糖称为甜蜜的毒药，它带来短暂的快感，却悄悄点燃慢性发炎的导火索。接下来，反式脂肪堪称发炎食物中的重磅炸弹。反式脂肪主要存在于各种油炸食品、糕点、酥皮、氢化植物奶油、
人造奶油等加工食品中，20世纪初，人们发明氢化油来延长保存期限，没想到也制造出健康杀手。反式脂肪分子结构异常稳定，体内难以分解，会沉积在细胞膜上，使细胞膜变得僵硬，功能失调。它不但直接引发发炎反应，还会干扰胰岛素功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反式脂肪的危害，纷纷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但遗憾的是，在一些糕饼和油炸零食中，反式脂肪依然潜伏。想象一下，当你咬下一口香酥的油炸甜甜圈，那诱人的口感背后可能藏着反式脂肪的阴影。这些反式脂肪进入肠道也会影响菌群。有研究指出，高反式脂肪饮食会削弱益生菌的生长，诱发肠道发炎。它就像在肠道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一点点侵蚀你的健康。还有一类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发炎推手，那就是某些植物油。你或许会惊讶，植物油不是一直被宣传为健康的，比猪油、牛油更好的选择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并非所有植物油都不好。但现代饮食中某些高度精致的植物油，特别是富含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例如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等，摄入过量反而可能促进发炎。原因在于Omega-6 脂肪酸在体内会转化为某些促发炎的分子，适量的 Omega-6 是必须的，但现代人饮食中的 Omega-6 与 Omega-3 比例严重失衡。我们的祖先可能是1:1或2:1的比例，而今天很多人达到了20:1甚至更高的比例， Omega-6 远远过剩， Omega-3 却严重不足。这就好比体内的发炎开关被打开而难以关闭。更糟的是，这些油往往被反复加热用来煎炸，产生氧化物和自由基，进一步刺激发炎。当这些不稳定的分子进入肠道，会损伤肠道细胞和黏膜，并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坏在这种环境下如鱼得水，益菌则节节败退。虽然植物油源自植物，名字听起来很天然无害，但过量食用某些精致植物油，实际上成了现代人饮食中隐蔽的肠道杀手之一。再来看看加工肉品，熏火腿、培根、香肠、热狗，这些经过腌制、熏制或添加防腐剂的肉类产品，也是发炎性食物的常客。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将加工肉品列为1级致癌物，部分原因正是它与消化道癌症和慢性发炎有关。加工肉通常含有高盐、高饱和脂肪，还有亚硝酸盐等添加剂。亚硝酸盐在体内可能转化为亚硝胺等致癌物质，刺激肠道，引发发炎。同时，加工肉在高温烹调或熏制过程中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等致癌物，也会损害肠道细胞。肠道菌群面对这些化学攻击，有益菌很难招架。更有研究发现，大量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的人，其肠道内某些会产生有害代谢物的细菌比例更高。比如这些细菌可以把红肉中的物质转化为促发炎的化合物，增加心脏病风险。所以，当你早晨来根培根，午餐夹几片火腿，可能无形中已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打响了一场发炎的战争。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到底是哪一个？糖、反式脂肪、植物油、加工肉，每一个都罪状累累，难分伯仲。事实上，真正可怕的是现代的超加工食品，往往结合了这所有的坏处于一身。想想披萨、汉堡、炸鸡、薯片、蛋糕、汽水，这些深受喜爱的食品，是不是同时含有大量的精致淀粉和糖、劣质油脂、添加剂，甚至还可能残留农药，例如种植谷物和豆类时使用的除草剂。这些超加工食品简直是发炎大杂烩。因此，如果要选出发炎，恐怕非超加工食品莫属。它们组成了现代饮食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也是让无数人陷入慢性发炎泥淖的元凶。与其说是哪一种食物第1名，不如说是我们对加工垃圾食品的沉迷登上了发炎榜的冠军宝座。让我们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理解，想象你的肠道是一座繁华的生态城堡，里面住着各式各样的居民，肠道细菌。有些是勤勉善良的居民，也就是益菌，帮忙维持城堡的清洁和安全；也有少数不安分的居民，就是坏菌，时刻想惹是生非。但在正常情况下，善良居民占优势，
城堡和谐运转。一旦你开始大量吃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相当于给坏居民送去大批免费的武器和粮草，给好居民泼下毒药和绊脚石。城堡内部开始动荡，坏军们拿着糖当能量，疯狂繁殖，反式脂肪和氧化的劣质油犹如在城墙上打出一个个洞。他们破坏了肠道黏膜这道防线，有义军大片阵亡或饿死，坏军乘势攻城略地，最终城堡沦陷，肠道屏障变得漏洞百出。当肠道菌群失衡到一定程度，灾难效应就不局限在肠道内了。坏菌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毒素和促发炎物质，比如脂多糖等，趁着肠道屏障的破损溜进血液，这些不速之客到达身体各处，引发免疫系统全面警戒，全身范围的慢性发炎就此展开。这种慢性发炎状态可能表现为肠道不适，例如腹胀腹痛，或肠道时而腹泻时而便秘，也可能没有明显肠道症状，而是体现在其他地方，如反复的皮肤过敏、莫名的关节酸痛、疲劳、情绪低落等等。长期下来，更严重的慢性疾病开始浮现。可以说，肠道菌群失衡是许多慢性病的开端。让我们看看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大学生接受了一项有趣的实验，连续10天只吃某速食连锁店的餐点，结果仅仅10天后，他肠道里的有益菌种类就锐减了将近1半。研究这个案例的科学家惊呼，短短的垃圾食物暴饮暴食，竟然把多年建立的肠道生态系统摧毁得体无完肤。这位年轻人也明显感觉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变差，变得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心情低落。虽然之后停止实验，恢复健康饮食，他的肠道菌群逐渐好转，但这次教训让人深刻体会到发炎性食物对肠道菌的杀伤力有多么强大。别忘了，许多人日常饮食就几乎是这种实验的慢版本。也许没有每餐都吃汉堡薯条，但天天来一杯奶茶配蛋糕，常常打开一包薯片，看似不多，累积起来已足以让肠道菌叫苦连天。当肠道这个大本营失守后，身体各系统会响起警报，纷纷受到影响。我们来聊聊其中几个明显的领域。你可能听过肠脑轴线这个词，意思是肠道和大脑之间有密切的双向联系。肠道菌群被称为第二大脑，因为它们能产生多种神经递质，比如让人愉快放松的血清素，有相当比例就是肠道菌制造的。如果益菌被大批消灭，制造血清素等快乐分子的工厂停工了，人的情绪自然会受影响。难怪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失衡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反过来，当我们紧张、压力大时，大肠也会跟着弯起腰，这是肠脑之间在对话。因此，照顾好肠道，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如果你经常觉得心烦易怒、郁郁寡欢，也许该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是否让肠道菌失衡了呢？有句话叫70%免疫在肠道，虽不完全精确，但道理没错。肠道黏膜和那海量的菌群一起，构成了人体最重要的免疫防线之一。益生菌就像训练有素的保安，教导免疫细胞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如果益菌垮台，坏菌横行，免疫系统不是被过度刺激，就是反应迟钝。不少研究指出，包括发炎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甚至第2型糖尿病在内的疾病，都和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免疫失调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不健康的肠道环境会让我们更容易生病，防御力下降，同时也更容易对本来无害的东西产生过敏反应。由此可见，维持肠道菌平衡是促进免疫健康的基石。你是否有朋友怎么吃都不胖，而有些人喝水都长肉？除了基因差异，肠道菌群可能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人体内的细菌种类繁多，不同菌群对食物的分解利用率不同。有的细菌能从食物中榨取更多热量，产生的代谢物还会让我们储存更多脂肪，而有的菌则帮助我们排出多余能量。当发炎性食物导致坏菌占上风时，往往会增加那种催胖菌群的比例。研究人员曾做过令人瞠目结舌的试验，将一个肥胖者肠道中的菌群移植到瘦小鼠体内。不久后，这只原本苗条的老鼠居然开始发胖，
可见不健康的菌群组合能影响人体对能量的吸收和脂肪的累积。同时，肠道菌群失衡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干扰荷尔蒙分泌，导致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上升。换句话说，如果肠道菌失衡，人可能更容易发胖，更难减重，还可能伴随血脂、血糖异常等问题。因此，想要管理体重和代谢，除了算卡路里、运动，别忘了养菌，培养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生态。听到这里，你也许有些心惊，原来一块蛋糕、一包洋芋片的杀伤力这么强，那我们是不是无可救药了呢？别担心，好消息是自然疗法可以帮助我们扭转乾坤，把失衡的肠道菌拉回正轨，扑灭体内的慢性火苗。重点在于2个字：调养，也就是调整饮食，加以适当的滋养和疗愈。接下来，让我们深入探讨几种切实可行的自然疗法，从饮食到生活习惯，全方位助我们重建健康。这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断发炎的源头，停止火上浇油。具体来说，就是尽量减少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的摄入，少吃精制糖，把含糖饮料换成白开水或无糖茶饮，甜点蛋糕能不吃就不吃，想解馋也选择低糖，用水果天然甜味替代的点心，远离反式脂肪和不良油脂。选购食品时仔细看看标签，有部分氢化油字样的就放回架上。烹调油选择稳定的油脂，如橄榄油、茶油、椰子油或酥油，少用反复高温油炸的方式。加工肉类也要减少，把培根、火腿留到特殊场合偶尔享用，日常多用新鲜肉类替代。当然，不光是减少坏食物，还要增加抗发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全谷杂粮、鱼类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的天然食物。这些食物提供纤维和植化素，能帮助养育好的肠道菌，并直接协助降低发炎反应。例如，深海鱼富含的 Omega-3 可以帮助关闭发炎开关，绿色蔬菜和莓果富含的抗氧化物能中和自由基，减轻发炎损伤。饮食调整不是一朝一夕的魔法，但持之以恒会给你的身体换血，曾经浑浊的内环境会慢慢清澈起来，发炎指标下降，肠道菌群也会开始恢复元气。调整饮食相当于断粮坏菌，供养好菌。但如果好的菌种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还需要主动补充原菌，这就是益生菌派上用场的地方。益生菌简单说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活菌，常见的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以及添加益生菌的食物，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选购信誉良好的益生菌产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服用。益生菌就像给肠道注入新兵，帮助重建防线。但要注意，益生菌补充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持续摄取，并且要配合上述饮食调整才能扎根，否则你一边吃益生菌胶囊，一边狂饮可乐，猛吃炸鸡，益生菌80%是定居不下来的。另外，每个人的肠道环境不同，适合的菌株也可能不一样，不妨多尝试几种品牌或配方，找到对自己有效的。益生菌的好处不只在于帮助消化，它们还能与免疫系统协调，抑制坏菌生长，并产生一些抗发炎物质，例如短链脂肪酸，滋养肠道细胞。当你的肠道充满友善的益生菌士兵时，整体防御力自然大大提升，发炎的火苗也会逐渐减弱。提到益生菌，就不能不提自然界最古老、最美味的益生菌来源——发酵食物。早在冰箱出现之前，人类就学会用发酵来保存食物，结果阴差阳错造就了一批对健康有益的美味，例如酸菜、泡菜、味噌、酱油、优格、起司、康普茶等等，都是通过微生物发酵而得。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不仅产生酸味，提升风味，还大量繁殖，成为我们吃下肚的益生菌。把发酵食品融入日常饮食，是一种简单又经济的养菌方式。吃一碗天然发酵的优格或几口韩式泡菜，就等于吞下亿万计的有益活菌，直接送达肠道，在那里安家落户，对抗坏菌。不仅如此，发酵食品还含有发酵产物，比如有机酸、酵素和维生素 B 群，这些物质能帮助消化，降低肠道的酸碱值，使坏菌不易滋生，并为肠道细胞提供营养。当然，
选择发酵食品要注意尽量挑选传统工艺，不含防腐剂的，比如买酸奶就选无糖，含活性菌的原味优格，腌制物要选择天然发酵而非醋泡的。你也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简单的发酵食物，像自制酸菜，或者用煮沸放凉后的糖水培养天然菌种来做发酵果饮等，都很有趣。总之，发酵食品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在不知不觉中壮大了肠道的益生菌队伍，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在远离坏物、补充好菌之外，另一个自然疗法的思路是帮助身体把已经累积的毒素和废物排出，给细胞一个干净的环境。许多人将这称为排毒。需要澄清的是，身体本身就有完善的排毒系统，主要由肝脏和肾脏担当，只要运作正常，就能日夜不停地清除毒素。我们要做的是减轻它们的负担，并适度给予支持。首先，尽量避免新的毒素来源，比如少吃含农药残留高的食物。平时要尽量将蔬果清洗干净，或选择有机农产品，避免过量饮酒，毕竟酒精伤肝。不滥用抗生素和止痛药，这些药物长期大量使用会损害肝肾并扰乱肠道菌群。接着，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协助排毒。多喝水，水是最天然的溶剂，充足的水分可以帮助肠道和肾脏冲刷掉废物。适度断食，比如实行间歇性断食，每日约16小时不进食，让肠胃有时间休息和自我修复，也让肝脏专心清理存货。高纤维饮食，膳食纤维好比肠道的扫把，吸附代谢废物并促进排便，把垃圾带出体外。还有某些天然食材被认为有助排毒和保护肝脏，例如姜黄，具保肝和抗发炎作用；绿茶富含儿茶素，具有抗氧化的排毒功效；姜和蒜能促进血液循环，具有抗菌性，有助身体排除体内不需要的微生物。虽然不是什么剧烈的洗刷刷，但通过这些温和的方式持续帮助身体减负，长远来看，体内环境会越来越干净，肠道菌生存的土壤也更加纯净。大自然的药箱中其实有不少宝物对于减少发炎、疗愈肠道很有帮助。在传统中医药和各民族草药学中，都记载了许多能改善消化、减缓发炎的植物。现代科学也逐步证实了其中一些的效果。常见的草药例如薄荷，清凉芳香，能放松肠胃平滑肌，减轻腹胀和痉挛，对肠易激、综合征等有一定缓解作用。洋甘菊常被泡茶饮用，具有抗发炎和镇静效果，可舒缓肠胃不适和焦虑情绪。姜性温，含姜辣素，能促进消化液分泌，抗发炎并减轻恶心，是调理肠胃的良药。还有前面提到的姜黄，其实不仅护肝，也是全身抗发炎的高手，对于关节炎等发炎性疾病有帮助，对肠道环境也有正面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蒜虽然吃多了口气重，但大蒜含有大蒜素，是天然的抗菌剂，可以抑制肠道内有害菌和真菌的过度生长，同时也有促进免疫的效果。当然，草药并非吃越多越好，一切适量即可。你可以在日常烹饪中多利用这些天然香料和草药，或是泡茶饮用，把它们融入生活习惯。潜移默化中，草药的力量会在你体内积聚，帮助身体对抗发炎，修复肠道受损的屏障。同时，这些草药往往也含有多酚、黄酮类等植物化合物，它们本身也是益菌的食物，能促进有益菌的繁殖，间接维持菌群平衡。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有机整体，饮食、肠道菌群、发炎反应、情绪、免疫、代谢，这些看似独立的系统其实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发炎性食物就像潜伏在我们餐桌上的暗影刺客，削弱肠道的防线，引燃体内慢性发炎的战火。而自然疗法则提供了一条温和却有效的出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利用大自然赐予的食物与草药，让身体重回平衡状态。也许刚开始改变时，你会怀念那些甜蜜香脆的滋味，但当你感受到身体日渐轻盈，精神更充沛，久违的小毛病不再来打扰，你就会庆幸自己的选择。最后，我们以一个小小的画面做结尾。某天，你站在超市的零食区，伸手正要拿起一包熟悉的洋芋片，
然而脑中突然闪过今天听到的种种，仿佛看见肠道里的小军兵们正举着盾牌对你高呼，不要再给敌人送武器了。你会心一笑，转身走向新鲜食材区，拿起了一把绿油油的生菜和几个鲜红的番茄。每一个这样的选择都是在为你的肠道和身体减负，为健康加码。别小看这些日常的改变，长久坚持下来，原本熊熊燃烧的体内炎火必将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的内在环境。到那时，你不仅远离了那全球第1名发炎食物的阴影，还收获了一个更健康、更有活力的自己。你的肠道菌群会感谢你，你的身体也会由衷的回报你，带来长久的健康与幸福。午夜时分，万籁俱寂，你是否也曾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只因为嘴巴干得仿佛沙漠，喉咙像是冒烟了一样，干燥得令人难受。摸黑倒了杯水，咕噜咕噜喝下去，却发现口中依然干巴巴，仿佛怎么喝都解不了渴。这种半夜嘴巴发干的经历听起来再平常不过，可它背后藏着的秘密却不简单。很多人以为夜里口干只是因为白天水喝少了，或者房间里空气太干，但真相往往没那么简单。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位喜欢打哑谜的朋友，通过一个小小的口干来暗示更深层的健康状况。想象一下，你白天忙了一整天，顾不上喝水，到了晚上身体就像缺水的植物一样发出渴求，这时半夜口干，多半是身体在提醒你该补水了。简单的缺水脱水是最常见的口干原因。如果睡前吃了太咸的食物，或者喝了酒，身体也可能因为水分被榨干而在半夜警报大作。还有冬天开着暖气，夏天吹着空调入睡的人，空气干燥的仿佛让卧室变成小沙漠，醒来时自然嘴巴干裂。特别是喜欢张着嘴睡觉的人，呼呼大睡时，空气直接从嘴进出，口腔里的水分一路蒸发，舌头都快干成牛肉干一样了。久而久之，这些生活中的小习惯都会埋下夜间口干的种子。除了这些日常原因，年龄增长也悄悄推动了口干的发生。上了年纪的人，新陈代谢放慢，唾液腺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勤快了。白天说话吃饭的时候，也许没觉得怎么样，可一到晚上，唾液分泌本来就减少，嘴巴得不到足够的润滑剂，自然会变得干涩。有些人长期服用药物，比如抗过敏药、降压药、抗抑郁药等，这些药就像把水龙头拧小了一样，让唾液流不出来，口干尤其在夜深人静时变得明显。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半夜嘴巴特别干呢？原来当我们进入梦乡，身体许多功能都进入省电模式，唾液腺也开始夜间休息，唾液分泌量大大降低。白天里唾液像勤劳的小溪滋润着口腔，但夜晚它流淌缓慢，甚至几乎干涸。再加上睡觉时人不会主动喝水，几个小时下来，嘴里缺少新的水分补给。如果这时候你还在用嘴巴呼吸，或者周围环境很干燥，口腔黏膜中的水分快速蒸发，却得不到补充，就好比荒漠中最后一汪水也被晒干了。所以半夜醒来觉得嘴干，其实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身体本来就少，供应了口水，再碰上空气干、缺水、张口呼吸这些情况，嘴巴就会干得厉害。而且唾液不仅仅是润滑剂，还是口腔的清道夫和保护神。夜里唾液少得可怜，细菌就会趁机壮大菌势，难怪很多人清晨醒来觉得嘴里发黏，还有异味。这也是为什么长期口干的人更容易出现口臭和龋齿的问题。当然，偶尔1、2次夜里口干不必紧张，喝点水，改善环境就能解决。但如果经常半夜渴醒，怎么喝水都难解口干，那就要当心是不是身体在按警报了。一些疾病的早期可能会通过这种微妙的方式提醒你。接下来，我们像当侦探一样，逐一揭开5个潜在的真凶。1、糖尿病。糖尿病听起来是甜的病，可带给人的感觉却一点也不甜蜜。想象血液里糖分高的像糖浆一样粘稠，身体为了把多余的糖浆稀释排出，逼得肾脏拼命工作，大量排尿。结果呢，大量水分跟着尿液一起流失，身体一下子干渴起来，这就是糖尿病人口干的缘故。有研究统计显示，大约1半的1型糖尿病患者和接近1半的2型糖尿病患者都曾出现过口干症状。许多糖尿病患者都有3多1少的现象，
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反而减少。其中夜里总是口干舌燥，就是因为血糖高导脱水，半夜渴得醒过来，就像身体里有个小偷偷偷把水分都偷走了，只留下干燥在提示你该查查血糖啦。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60岁的张阿姨最近总是半夜被渴醒，每晚要喝好几杯水，却还是口干舌燥。她原以为只是年纪大了容易缺水，谁知道体检时发现血糖高得吓人，最终确诊了糖尿病。通过控制血糖治疗后，她夜里的口干情况才明显改善。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千万不能把持续的夜间口干当成只是缺水，有时候那真是身体在向我们敲警钟。如果你最近老是半夜口干，还总想跑厕所，白天也老觉得渴，不妨测一下血糖，别让这个甜蜜负担悄悄拖垮了身体。2. 干燥综合症。有一种病非常形象，名字里就带个干字，那就是干燥综合症。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犯糊涂，错把唾液腺、泪腺当敌人，狠狠攻击。唾液腺一旦受损，唾液分泌就像泉水被堵住了源头，涓滴难出，于是患者会感觉嘴巴干涩，眼睛也干得像进了沙子。有的患者严重时，说话或吃块饼干都得不停喝水润喉，否则就难以下咽，生活质量大受影响。45岁的李女士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她这几个月总觉得嘴巴干涩，无论喝多少水都缓解不了，晚上睡觉经常干醒，白天眼睛也干痒难耐。起初她还以为是上火或更年期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症状越来越重，她去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干燥综合症。所幸发现及时，经过针对性的治疗和保养，李女士的症状有所控制，生活终于慢慢回归了正常。李女士的经历提醒我们，特别是中年女性，如果出现长期难以缓解的口干眼干，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就医检查。干燥综合症就像在身体里制造了一片沙漠，口干只是开始，眼干、皮肤干、关节痛等问题也可能接踵而至。如果夜间口干，同时还老觉得眼睛发沙、视线模糊或者关节隐隐作痛，别犹豫，尽早去风湿免疫科看看，早期发现和治疗能够帮你把身体这片沙重新变回绿洲。3. 睡眠呼吸暂停症。不少人晚上睡觉打呼噜响震天，有人打趣说那是呼噜交响曲，可其实这呼噜声背后可能藏着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影子。睡眠呼吸暂停症的患者因为睡觉时反复发生呼吸暂停，身体缺氧，会不自觉张大嘴巴拼命呼吸，就这样半夜里干燥的空气直接出入口腔，每呼吸一次都带走一点水分，睡一晚下来，嘴巴湿润的唾液几乎被蒸干，留下满嘴干燥。有统计显示，约1/4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问题，长期习惯张口呼吸，不仅夜里嘴干，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龋齿、咽喉炎等口腔困扰。这就像夜里有个小偷，不偷别的，专偷你嘴里的水，早上醒来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仿佛在沙地里趴了一夜。更糟的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往往睡眠质量差，白天容易疲倦、犯困，长久下去对心脏、大脑都是负担。如果你半夜总是干醒，伴随严重打鼾，白天还老觉得困倦，可能就是这个呼吸间歇的小偷在作祟。45岁的老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体型偏胖，晚上鼾声如雷，早上醒来总觉得嘴巴又苦又干，白天也是没精神。起初他不以为意，觉得打呼噜谁都有，直到一次体检时，医生建议他做睡眠监测，才发现自己的呼吸在睡梦中竟多次暂停。确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后，老王按照医生的建议努力减肥，并在睡觉时使用了辅助呼吸的机器。几个月下来，他瘦了10几斤，晚上再也不会被渴醒，白天精神状态也好多了。好消息是，通过调整睡姿、减重或者严重时借助呼吸机等方式，可以让呼吸暂停症得到控制，嘴巴干燥的情况也会随之好转。4. 甲状腺功能异常。人体有个小小的蝴蝶形腺体叫做甲状腺，它掌管着身体的新陈代谢节奏。当甲状腺出了问题，身体节奏被打乱，也会出现口干的信号。如果甲状腺功能亢进，
甲亢就好比身体发动机被踩了油门，一刻不停的高速运转，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像在过热，一边大量出汗，一边不停的喊渴。这类患者常常半夜口干需要喝水，同时还可能伴有心跳加速，脾气变得急躁，体重莫名下降，甚至睡觉也汗流不止。相反地，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就像发动机熄火，代谢变慢，身体仿佛被按了慢速键。甲减的人唾液腺分泌也跟着懒洋洋，嘴里没有足够唾液润滑，也会觉得干燥难耐，特别是夜里更明显。28岁的青年小刘最近就饱受夜间口干的困扰，原本体格壮实的他，近2个月却瘦了一大圈，总是动不动就出汗口渴，脾气也变得急躁。晚上睡觉他经常半夜咳醒，白天还老是心慌手抖。起初他以为是工作压力大上火了，但后来脖子都粗了一圈，这才赶紧就医。检查结果证实小刘得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经过一段时间服药治疗，他体重逐渐回升，夜里口干和多汗的现象明显改善，人也恢复了往日的沉稳。小刘这才明白，原来之前身体一直像踩着油门在飞驰，难怪口干舌燥停不下来。不过不管甲亢还是甲减，一旦及时治疗，把甲状腺激素水平调整回正常轨道，夜里那烦人的口干也会慢慢缓解，就像失控的发动机终于恢复了平稳运转。5. 肾脏疾病。肾脏是身体的水泵和过滤器，负责平衡体内的水和电解质。一旦肾脏出现了问题，这台水泵的调节功能紊乱，身体的水分管理就会出状况。有些肾脏疾病，比如慢性肾功能不全，早期可能不会让你立刻感觉疼痛，但会通过一些细微的信号表现出来。夜间频繁口干就是其中一种。肾功能不好时，可能出现夜尿增多，也就是晚上要起夜好几趟。身体其实是在提示，水没留住，都便尿排掉了，结果细胞依然口渴，于是大脑发出信号让你醒来喝水。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叫尿崩症，它其实跟糖尿病没关系，而是肾脏对抗利尿激素不敏感，或者大脑分泌不足，导致尿像自来水一样止不住地排。这类患者简直是水桶不离手，白天黑夜不停喝水，上厕所稍微晚一点喝水就渴得受不了。总的来说，如果肾脏功能失衡，不管是慢性肾病还是尿崩症，身体都难以保持水分，该流的水留不住，嘴巴自然干燥。特别是半夜，你睡着了没法一直补水，干渴的感觉就更明显。65岁的刘大爷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觉得夜里口干难耐，一晚上要起来喝水好几回，顺带上厕所的次数也增加。原本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肾功能减弱的正常现象，结果去医院一查，发现他的肾脏确实出了问题，原来是慢性肾炎导致肾功能受损。好在发现及时，通过饮食调理和药物治疗，刘大爷的肾功能基本稳定，夜里口干和夜尿多的症状也有所缓解。假如夜间口干伴随着夜尿增多、浮肿或血压异常，那就要去检查一下肾脏了，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除了以上提到的5种主要原因，还有一些情况也会让人在夜里感到口干，比如胃酸反流会刺激食道和咽喉，让人口干口苦。再比如严重的贫血，因为血液携氧能力下降，也可能导致口腔黏膜供血不足而干燥。不过相对来说，这些因素引起夜间口干的几率没有以上几种那么常见。听了上面那么多，你可能会有些担心，半夜嘴巴干到底该怎么办？别急，除了针对具体疾病进行治疗之外，我们也有许多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你的嘴巴在夜里重新湿润如泉。第一招，睡前适度补水，日常勤喝小口水。水是生命之源，对付夜间口干更是离不开水。这位老朋友，预防夜间口干，白天就要做好准备，不要等口渴难耐才想起喝水，那时身体其实已经缺水严重了。平时就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成年人大概每天需要2000毫升左右的水分摄入，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喝下去。特别是晚饭后1-2小时，可以适当喝些水，为睡眠储备点水库，但也不要临睡前一次灌大量水，否则半夜可能因为尿急反而睡不好。正确的方法是少量多次，比如睡前1小时喝半杯温水润润喉咙，床头也可以放一杯水，万一半夜醒来口干，
可以小口啜饮几口缓解症状。第二招，调节卧室湿度，营造舒适环境。如果卧室的空气干燥，任你唾液再多也架不住蒸发呀。很多人都有过冬天早晨嗓子又干又痛的经历，那就是空气干燥在作怪。这时候不妨在睡前用加湿器给房间增加点湿气。如果没有加湿器，也可以在房间角落放一盆清水，或者睡前用湿拖把拖一下地，都能让空气润些。湿润的空气就像给口腔戴上了一层保护膜，能大大减少水分流失。注意卧室不要太闷，睡前通风换气，让空气流通也很重要。另外，被子不要盖得让自己热出汗，室温保持在舒适的温度，这样睡觉时身体不会因为过热而口渴张嘴呼吸。第三招，鼻通气了，嘴巴才能休息。养成用鼻子呼吸的习惯，是保护口腔湿润的关键。有人天生鼻腔容易堵，或者有慢性鼻炎，导致睡觉时不得不张嘴吸气。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可以在睡前用温盐水轻轻清洗鼻腔，或者用医生推荐的鼻喷剂减轻鼻黏膜肿胀。鼻子通气了，睡觉时就能闭上嘴巴，安静呼吸，口腔水分就不会被呼吸带走。还有些人平时没有鼻炎，但睡姿不好，仰着头睡，也容易张口，可以尝试调整睡姿。例如侧睡可以减轻打鼾和张口呼吸的概率。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小技巧，有人睡觉会在嘴唇贴一小块透气胶带，强制让自己用鼻子呼吸。不过这个方法因人而异，使用前最好确认自己鼻子真的通畅。不管怎样，记住，鼻子是加湿器，嘴巴只是通风口。白天也可以多练习鼻吸口呼的节奏，慢慢让身体习惯鼻呼吸的方式。第四招，改善生活习惯，远离干燥诱因。有时候半夜口干是自己生活中一些小马虎导致的，比如有的人睡前喜欢来一杯小酒，觉得能睡得香，但酒精会让身体脱水，也会令呼吸道变得干燥。再比如有人临睡前忍不住抽一支烟，烟雾的刺激让口腔黏膜像被火燎过一样，更加干涩难受。睡前喝浓茶或咖啡，提神就更别提了，既让你睡不着，又让你口干舌燥。总之，晚上尽量避免饮酒和含咖啡因的饮料，戒烟也是保护口腔湿润的重要一步。另外，晚餐不要吃得太咸太辣，这些重口味会让你一直口渴，也别吃得过饱，过饱可能导致胃食管反流，胃酸跑上来，不仅烧心还刺激咽喉，让嘴巴感觉又苦又干。第五招，养护口腔健康，利用小工具。一个健康清洁的口腔，更能维持湿润的环境。每天早晚认真刷牙，睡前尤其要清洁口腔，避免食物残渣让嘴巴更干和产生异味。市面上有些专为缓解口干的无酒精漱口水、含氟牙膏，可以尝试使用。含酒精的漱口水就别用了，那只会越漱越干。白天如果口干明显，可以嚼一嚼无糖口香糖，或含一片无糖润喉糖，刺激唾液分泌，让口腔湿润起来。不过夜间睡觉就不要嚼东西，以免发生危险。如果经常觉得嘴唇干裂，可以在睡前涂点润唇膏，保护唇部不干裂。对于严重的口干患者，药店也有人工唾液喷雾或凝胶，可以睡前喷一喷，像给口腔打一层持久的水润涂层。这些小工具和产品就像口腔的加湿帮手，用对了能让你睡觉舒适不少。另外，别忘了定期看牙医检查口腔，毕竟口干的人更容易出现蛀牙等问题，及早防范才能确保口腔健康。第六招，定期检查身体，对症下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找出并解决引起口干的根本原因。如果半夜口干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检查血糖，看看有没有糖尿病，抽血，看看免疫指标有没有干燥综合症的迹象，也可能让你做个睡眠监测，排查睡眠呼吸暂停，或者验血验尿，评估甲状腺和肾脏功能。找到幕后真凶后，针对疾病进行治疗，夜间口干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如果查明是药物副作用导致口干，也可以请医生调整药物种类或剂量来减轻症状。比如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后，口干会减轻，甲状腺功能紊乱纠正了，新陈代谢正常了，夜里也不会老是渴醒。干燥综合症有药物可以帮助调节免疫和缓解症状。
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用上助眠呼吸器或减肥后打呼噜减轻，嘴也不那么干了。肾病患者遵照医嘱保养肾脏功能，身体水分平衡稳了，自然不在3更半夜被渴醒。在这个信息纷杂的时代，一个小小的半夜口干症状，或许就是身体寄来的重要信件。我们不需要闻风丧胆，但也不能一笑置之。正确的做法是倾听身体的声音，先从简单的生活方式入手调整，如果问题依旧，再寻求医生的帮助，这样我们就能既避免草结冰，又不错过早期预警。深夜醒来的那一刻，你的嘴巴也许干得像一片沙漠，但请记住，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沙漠变成绿洲。从日常多喝水，改善睡眠环境，到关注自身健康，排查潜在疾病，每一步都是在为自己的身体蓄水护航。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窗台，你再也不会因为口干而疲惫不堪，可以精神饱满地迎接新的一天。你的身体会感谢你昨夜细心的照料，而你也将拥有更加香甜的美梦。夜半口干不再偷偷扰乱你的梦境，而将成为过去的一个小插曲。安心入睡吧，让健康与水分守护你的每一个夜晚。希望每个人都能摆脱半夜口干的困扰，让每一夜的睡眠都滋润香甜。65岁的张阿姨躺在病床上，再也没有醒来。家人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她已经吃了7年的降压药，但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太理想，怎么还会突发脑出血？事情发生在一个清晨，张阿姨像往常一样准备起床活动，却突然感到剧烈头痛，接着就一头栽倒在地。家人发现后赶紧将她送往医院，医生测得她的血压飙到了高压200，低压110毫米汞柱。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大脑已经出现大面积出血。虽然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没能把她从死神手里拉回来。这一切让人悲痛又疑惑。要知道，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长期不受控会严重威胁生命。然而张阿姨一直在吃降压药，理论上血压应该稳住了才对，为什么还会出现脑血管爆裂的惨剧呢？医生在详细询问了她的用药和生活习惯后，摇着头指出，她其实一直在犯3个致命的错误。他也感慨，如果这些误区能及时纠正，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这3个错误为他的健康埋下了隐患，也给所有正在服用降压药的患者敲响了警钟。高血压是中老年人中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据统计，大约每4个成人中就有1人中招。更可怕的是，高血压往往没有明显症状，不知不觉就会损害心脏、血管、肾脏等器官，因此它被形象地称为无声杀手。血压长期居高不下，随时可能埋下大祸根，轻则引发头晕、胸闷，重则导致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甚至脑中风。脑中风分为血管堵塞的脑梗和血管破裂、出血的脑出血，两种都很危险。其中，高血压正是脑出血最大的诱因。血压持续过高，会让动脉血管壁变得又硬又脆，像老化的水管一样失去弹性。这时候如果血压突然飙升，脆弱的血管就可能承受不住压力，砰的一声破裂，在脑组织中引发出血。一旦大脑出血面积过大，脑细胞大量死亡，往往会危及生命。就像张阿姨不幸发生的那样，高血压的危害远不止脑中风一种。持久的高血压会令心脏长期超负荷运转，心肌变得肥厚僵硬，最终可能导致心力衰竭。肾脏在高压冲击下过滤功能下降，许多尿毒症患者的幕后黑手正是高血压。因此，对于高血压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实上，高血压的知晓率和控制率都不容乐观。许多人直到出现并发症才惊觉自己血压偏高，还有不少确诊患者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坚持规律治疗，导致血压始终控制不佳。据统计，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不到30%，这意味着大多数病人的血压并未得到有效管理，危险始终潜伏在身边。像张阿姨这样的悲剧并非个例，这也正是医生们一再强调规范治疗的重要原因。医生常说，血压高了就要按时吃药，这些降压药通过各种机制帮我们把血压摁下来，比如扩张血管、减少心脏负担、促进排盐利尿等等。只要血压稳定在安全范围，发生脑出血等恶性事件的风险
就会大大降低。然而，这一切有个前提，就是药必须吃对了。市面上的降压药种类繁多，主要分为几大类，每类药物侧重点不同，有的让紧绷的血管放松，可能引起脸红、头疼或脚踝轻微肿胀等副作用，有的让心跳慢一点，力气小一点，可能带来疲乏、心率偏慢等感觉，还有的通过促排钠排水来减轻血管压力，可能让人跑厕所变勤，出现电解质紊乱。不同药物还有长效短效之分，长效药一天只需1次，短效药则可能一天要吃2、3次。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搭配，力求用最少的药达到最好的控压效果。如果患者自己随便换药、停药，血压就可能控制不住，要么飙上天，要么猛地下，身体就会吃不消。此外，服药的时机要讲究，一般人体血压在清晨苏醒后容易达到峰值，因此很多降压药安排在早晨服用，以覆盖早高峰，避免清晨血压飙升带来的危险。不过，也有些患者的血压峰值出现在下午或夜间，这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服药时间，做到真正对症下药。当然，降压药再好，也不是吃了就一劳永逸，患者必须按照医嘱坚持服用，才能真正发挥药效。一些人对降压药存在误解，认为药有3分毒，害怕药物伤肝伤肾，结果用了错误的方法对付高血压。这些错误操作往往适得其反，可能直接把人推向危险的边缘。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张阿姨的经历，看看她犯下的3个致命错误，并分析每个错误背后的医学原理和严重后果。经过医生调查发现，张阿姨虽然吃了7年降压药，但她从未严格坚持过规律的服药计划，简单就是想起来才吃，感觉好了就停。她自作聪明地把降压药当成了救急药，觉得头晕不舒服了才赶紧吃一片，一旦觉得这2天没啥症状，就偷懒不吃。有时候血压测下来正常，她就沾沾自喜地跳过用药，甚至连续好几天把药瓶束之高阁。这样一来，血压水平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今天不吃药，高压值蹭蹭往上飙，明天想起来吃一片，血压暂时压下来，再过2天忘了吃，血压又飙了回去。如此反复大起大落的血压，比一直居高不下更危险。反复的血压冲击会严重损伤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血管，时间一长，血管壁就像被反复吹胀又放气的气球，变得薄弱不堪。一旦再遇到刺激，血压骤升，就可能发生血管破裂。一系列致命的高血压并发症，比如脑出血、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等，都可能在这样的血压过山车中被触发。此外，张阿姨很少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平日里不是等到头晕眼花才量血压，就是干脆凭感觉拍脑门判断控制的好不好。殊不知，高血压最狡猾的地方就在于症状并不明显，不少患者感觉不出异常，但血压可能已经在悄悄飙高。张阿姨仅凭身体感觉来决定是否用药，这实际上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冒险。正确的做法是养成定期测量血压的习惯，最好每天固定时间测一测并记录。血压计的数据比感觉更可靠，它能告诉我们药物是否起效，血压控制的是否达标。如果它能早点发现自己的血压并没有真正稳定，就不会一直在危险边缘而不自知。总之，随意停药、漏药让张阿姨丧失了对血压的控制权，血压不服管教，最终在某一刻突然暴走，导致了脑血管的灾难性破裂。说白了，她等于把自己的血压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旦引线烧到底，爆炸就在所难免。进一步了解后发现，张阿姨其实一直对降压药心存顾虑，没有严格按照医生制定的方案来用药。她听信了一些坊间流传的说法，认为西药吃多了伤身体，想寻求不用吃药也能降压的土办法。高血压确诊之初，她抱着药吃多了伤身的想法，花钱买来不少号称纯天然无副作用的降压保健品，什么降压茶、降压贴，她都试过，花了不少冤枉钱。然而现实却很残酷，这些偏方既不能根治高血压，也无法有效控制血压，反而让她错过了早期规范治疗的最佳时机。其实，降压药的安全性和重要性早已被医学研究所证实，即便偶尔有点小副作用，
也大多可以耐受或通过换药解决。与高血压失控可能带来的中风、心衰等大麻烦相比，药物副作用的风险简直是九牛一毛。另外，有人忧虑降压药吃久了会产生耐药性或让身体上瘾，这种顾虑完全没有必要。降压药不是抗生素，不存在药效越来越差的问题，也不同于成瘾药物，不会让人产生依赖。只要坚持规律服用，药物就能有效地控制血压，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在日常用药过程中，张阿姨也常常自行其事。比如有一次体检发现血压有些偏高，她没经过医生同意，就擅自把药量加倍，心想多吃点药能更快把血压压下去。结果药量过猛，她当天反而出现了头晕乏力、手脚发冷的低血压症状，把自己吓得不轻。可以说，无论是随意减少用药，还是擅自加大剂量，都非常危险。前者会使血压长期居高不下，后者则可能让血压降得过快过低，一味追求速效，忽视了平稳的重要性。高血压反倒更难控制，还可能引发心脑供血不足。降压药只有按照医生的指导服用，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地发挥作用。自作主张的调整用药，无异于拿自己的健康当小白鼠，去做风险未知的尝试。至于那些声称不用西药就能根治高血压的偏方，更是听听就算了。当前医学界还没有找到彻底根治原发性高血压的神奇疗法，绝大多数患者都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药来控制血压。血压恢复正常不代表高血压痊愈，而是药物在背后起效。一旦自行停药，血压往往会很快反弹上升。正规降压药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公认最可靠的控压手段。轻信谣言和偏方，只会让人误入歧途。如果张阿姨当初能相信科学，不乱尝试所谓妙方，从一开始就坚持正规治疗，血压或许早就控制平稳，也不至于在危急时刻拿不出底牌来保护自己。除了用药上的问题，张阿姨在日常生活中也没少给自己的血压添乱。她患高血压多年，却几乎没对生活习惯做出过改变。比如在饮食上，她依然重油重盐，早餐爱吃咸菜配稀饭，午餐晚餐无肉不欢，红烧肉、油炸鸡翅常常摆上桌，口味长期偏咸偏重，一边吃着降压药，一边照样大吃大喝。这无异于一边灭火一边玩火。摄入过多的盐和脂肪会让血压控制变得更加困难。盐分里的钠会让血管中水分潴留，血容量增加，血压自然跟着升高。高脂肪食物则导致血脂异常，大量脂质沉积在血管壁上，日积月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变窄变硬。血管腔被这些油腻堵塞物填得越来越窄，弹性也越来越差，血压当然降不下来。更糟糕的是，长期高盐高脂饮食让心脑血管始终处于危险状态，哪天斑块破裂形成血栓或血压飙升冲破脆弱血管，严重后果就发生了。除了吃的不健康，张阿姨平时缺乏运动，也经常熬夜，久坐不动让体重一路上升，身体代谢变差，血压也跟着节节攀升。而睡眠不足和精神紧张则导致交感神经持续兴奋，体内应激激素水平飙高，血压更是雪上加霜。她的家人反映，张阿姨脾气还比较急躁，遇到烦心事容易生气上火，情绪的大起大落同样会诱使血压骤然波动。可以说，张阿姨在生活方式上犯了很多高血压患者常见的错误，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心态不平和。长此以往，药物再给力也架不住生活习惯一直在拖后腿。要想稳稳控制血压，药物和健康生活习惯必须双管齐下。药物负责把血压拉下来，良好的生活习惯负责稳住阵地。可惜张阿姨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以为有药物保驾护航就万事大吉，生活中依旧为所欲为。结果血压在药物和不良习惯的拉扯下始终未能达标，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降压药不是万能的护身符。如果犯了以上这些错误，高血压依然会虎视眈眈，随时发动攻击。对于长期需要服药控制血压的人来说，除了按时按量吃药，定期监测和调整生活习惯，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那就是要小心你餐桌上的某些食物。有些看似平常的吃食会影响药效，或者直接升高血压，让你的努力前功尽弃。
下面这4种常见食物，高血压患者最好敬而远之。浓茶，许多人喜欢饭后来杯浓茶提神醒脑，但高血压患者尤其在服药期间，最好别喝太浓的茶。茶叶中的茶碱和多酚等物质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作用，一边吃药一边猛灌浓茶，相当于给降压药泼冷水，药效还没发挥就被削弱了。更何况茶里含有的咖啡因会让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直接对抗降压药的作用。所以服药后1小时内不要喝浓茶或浓咖啡，免得药效大打折扣。柚子又甜又多汁的柚子看似无害，却可能和降压药发生不好的化学反应。柚子中含有一种特殊成分，会干扰肝脏内分解药物的酶，让药物代谢变慢，在血液中越积越多。你吃一片降压药，本来降压幅度正常，但要是紧接着来半个西柚，这片药的效果可能一下子增强好几倍。药效过强，血压降得过头，人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低血压症状，严重时甚至休克晕倒。因此，服降压药期间最好别吃柚子或喝西柚汁。如果实在嘴馋想吃，也请和服药时间错开4小时以上，确保药物已经基本代谢掉了，再享用美味比较安全。酒精，喝酒伤身，这句话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更是真理。酒精进入血液后会让血管扩张，心跳加快，一时倒是能让血压降低一点，但它和降压药的双重作用叠加，却容易让血压下降过头，引发头晕乏力，甚至低血压休克。而等酒劲一过，血管收缩，血压还可能反弹升高。更麻烦的是，长期饮酒会损伤心肌和血管，导致高血压更加难以控制。所以不管白酒、红酒还是啤酒，服药期间都应尽量避免，一滴也别沾，用药还贪杯，后果可能相当严重。动物内脏，比如猪肝，不少人觉得动物肝脏营养丰富，可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这类食物却很不友好。以猪肝为例，它的胆固醇含量非常高，吃下过量的胆固醇，身体一时间消化不了，就会在血管内沉积，形成动脉硬化斑块，血管腔被这些油腻堵塞物填得越来越窄，弹性越来越差，血压也就节节攀升。高血压患者本就需要低盐低脂饮食，如果还经常大口吃猪肝、肥肠、猪脑等动物内脏，无异于给自己的血管火上浇油。就算服用了降压药，血压也可能因为血管情况变差而难以下来，因此这类高胆固醇的食物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以上几种食物简直就是高血压和降压药的死对头，想要药物有效发挥作用，让血压老老实实听话，就务必管住嘴，尽量别碰这些餐桌上的雷区。高血压的管理就像打一场持久战，单单依赖药物而不讲究策略，很可能功亏一篑。通过张阿姨的故事，我们看到长期服用降压药，如果用药不规范，生活不节制，高血压依然会虎视眈眈，伺机伤人。所幸这些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各位不妨扪心自问，上述这些错误，自己或家人有没有再犯？如果有，现在就是改正的最好时机，可别等到酿成大祸才追悔莫及。按时按量把药吃好，定期把血压量好，该忌口时就忌口，该运动时就运动，再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只要方法对头，高血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置之不理。我相信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管得服服帖帖，让这个隐形杀手变成纸老虎。愿每一位认真对待高血压的朋友都能远离脑出血等噩梦，健健康康，安享幸福的晚年。深夜迎来了一阵暴风雨之后，清晨的窗外还带点潮湿的气息。60出头的老王正在床上甜甜的睡着，突然胸口一阵剧痛拉响了他的警报。他大汗淋漓，感觉胸腔里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老王痛得脸色苍白，豆大的冷汗顺着额头滚落，左臂一阵阵发麻。家人见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几分钟后，救护车尖笑着穿过雨后的街道，将老王火速送往医院。经过一系列紧急抢救，老王捡回了一条命。医生说他这是典型的心肌梗死，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心梗。幸亏送医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术后，医生和老王聊天，追问事发前后的情况。原来老王平时就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些老毛病，再加上昨晚吃了烧烤，喝了点小酒，睡前又喝水，这一来二去，
夜里人体失水，本来血液就变浓稠，偏偏早上血压激增，促使原本就狭窄的冠状动脉里一下子堵了个血栓。就这样，老王在睡梦中险些被粘稠的血液夺去了性命。听完医生解释，老王后怕地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问：血液竟然也会变黏，会把血管堵住？医生点点头，解释说人上了年纪，血管容易长斑块，血液粘稠，更容易形成血栓。他叮嘱老王，幸亏这次挺过来了，以后睡前和清晨都要记得喝点水，别再让血液这么黏糊糊了。老王连连点头，感叹这句多喝水的老话可真不是白说的。医生笑了笑，表示有时候最普通的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血液稀释剂。其实不只是老王，很多中老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都面临着血液粘稠的问题。血液粘稠，血管堵塞，听起来很遥远，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许多突发的脑梗、心梗背后都藏着血液变黏变稠的隐患。我们常说血脉畅通，人体就像一个复杂的给养网络，血液是生命之河，流遍全身。当这条河流足够清澈顺畅时，身体各个器官才能得到充足养分。但如果河水变得粘稠、垃圾淤积，那就危险了。想象一下，一条河流如果变成了浓浓的浆汁，流速减慢，泥沙沉积，最终可能会在某个狭窄处堵塞成一座堤坝。人体的血管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血栓形成。简单说，血液在血管里结成了块，彻底堵住了生命通道。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之河不那么粘稠，流得又快又好呢？难道只能靠吃药打针吗？其实在我们身边就藏着一些天然的血液稀释剂，帮助血液保持通畅，让血管更通透，远离那些可怕的脑梗和心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日常却强大的健康小帮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血液为什么会变稠。所谓血液粘稠，其实可以理解为血液里的固体成分比例过高，或者血浆里堆满了脂肪、糖分等物质。血液不是清水，而更像是一碗混合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以及各种养分、废物的浓汤。如果人体缺水，或是血液里的脂类、糖类过多，这碗汤就会变稠，流动速度减慢。年纪大的人新陈代谢变慢，血液粘稠度往往比年轻人高一些。再比如所谓的三高，高血脂会让血液里的脂肪增多，抽血放置一会儿，血清都能泛出油花。高血糖会使血液呈高渗状态，过多的糖分让血液变得黏糊糊。高血压则会使血管长期承受较大的压力冲击，血管壁受损，更容易形成血栓。动脉硬化呢，就好比水管内壁结了厚厚的水垢，血管腔变窄，本来就不通畅，再加上粘稠的血液更容易堵，于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常常联手，让血管变得又窄又堵，最终导致脑中风或心梗的发生。听起来有点可怕，对吧？别急，这就是我们要找那些血液稀释剂的原因。既然血稠主要是缺水和血脂，血糖过高导致，我们就从这几方面下手。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简简单单的东西就能帮忙稀释血液，清理血管垃圾。其中最简单有效的一个法宝，你每天都碰得到，那就是水。水看似平平无奇，却是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第一要素。医生们常挂在嘴边的多喝水可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体约有60%是由水构成，血液更是水做的，血浆大部分是水分。如果平时饮水不足，血容量就会减少，血液中的各种物质浓度升高，粘稠度自然增加。相反，如果我们及时补充水分，血液得到稀释，就没那么黏了，流动也更顺畅。老王的例子已经说明了，人在夜间睡觉时也会不断失水，清晨往往是血液最粘稠的时候，所以每天早起先喝一杯温开水，是很多心血管专家的共同建议。这杯水就像给夜间变稠的血液加点稀释剂，能降低清晨突发心梗、中风的风险。很多研究也支持喝水的益处，有统计显示，每天喝足量白开水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更低。比如有研究追踪发现，每天喝5杯以上水的人，
致命心梗的风险比每天只喝2杯水的人降低近1半。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却从侧面印证了水的价值。当然，多喝水也需要讲究方法，并不是一次灌下几升水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少量多次均匀饮水，每天保证1500至2000毫升左右的水摄入，也就是大约8杯水。出汗多的时候还要适当增加。此外，掌握喝水的黄金时段也很重要。清晨起床后，3餐之间，晚上睡前1小时都适宜各喝1杯水，尤其是睡前的这杯水，不要怕起夜麻烦。少量水分能防止夜间血液过度粘稠，对中老年人尤其重要。当然，如果肾功能不好，医生会有具体水量建议，这里指的是一般健康人的情况。最理想的补水方式就是白开水或淡茶水，尽量避免用含糖饮料、浓茶或酒精来代替水分，否则可能适得其反。说到淡茶水，接下来就不得不提另一种对血管有益的神奇饮品，它就是茶。中国人饮茶自古有之，不仅为了解渴，更因为茶带来的种种健康益处。相传神农氏尝百草，中毒昏迷之际，恰好饮下几片茶叶泡的水，结果解毒苏醒，从此发现了茶这种宝贝。传说虽未可考，但至少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茶叶的药用价值。唐代的《本草拾遗》中就记载，茶能久服，安心益气，轻身延年。简单说，长期饮茶让人心情安定，精力充沛，身体轻盈，长寿。这些古人的描述放在现代来看，何尝不是茶对心血管健康的写照呢？现代科学研究更加证实了饮茶的好处。茶叶中富含茶多酚、儿茶素等抗氧化物质，这些物质能减少坏胆固醇在血管壁上的氧化沉积，防止斑块形成，相当于帮血管抗锈。此外，茶多酚还有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喝茶后，轻微的利尿效果也有助于排出多余的钠盐，对控制血压有利。另外，茶叶中还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可以对抗钠盐升压作用，从而保护血管。一些大型调查显示，经常喝茶的人群中，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病率低于不喝茶的人。其中有研究统计，每天喝3杯茶的人，中风风险比不喝茶者降低20%左右。而且不论绿茶、乌龙茶还是红茶，都有类似的效果。中国民间很早就察觉到了茶的化学功效，比如很多人喜欢在大吃大喝之后泡壶浓茶，号称可以解油腻。饭后1杯茶的确能帮助乳化一些油脂，加速肠胃蠕动，减少脂肪被吸收进血液，也就间接保护了血管。不仅中国人，世界各地都有茶助健康的例子。日本人爱喝绿茶，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也相对较低。英国人爱下午茶，研究也发现适量饮茶对动脉硬化有预防作用。当然，茶虽好，也要注意适度。一来不要贪杯喝得过浓、过晚，以免引起失眠或刺激胃；二来不要在茶里放一堆糖，否则血糖上去了就适得其反了。说完了喝的，再来说说吃的。在我们日常餐桌上，其实隐藏着不少堪称血管清道夫的食物，它们有的能帮助降低胆固醇，有的能抗炎抗氧化，有的甚至直接充当温和的天然抗凝剂，让血液不易凝块。合理的把它们加入饮食，长期坚持下来，血管会像经常保养的水管一样干净通畅。首先登场的是大蒜，这位散发独特气味的小个子英雄。别看大蒜呛人口，它对心血管的益处可不小。民间有句俗话，每天2瓣蒜，疾病绕道转。虽然说法夸张，却有一定道理。大蒜中含有大蒜素等含硫化合物，能帮助血管舒张，减少血液中不良胆固醇的水平。据一些研究，大蒜的摄入和心脏病、中风风险降低相关。有实验显示，长期坚持吃大蒜的人，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幅度可达20%以上。大蒜还被证实对轻度高血压有降压作用。一些试验中，每天吃一定量大蒜，收缩压平均下降了8到10毫米汞柱呢。难怪有人把大蒜称作天然阿司匹林。虽然它的作用远没有药物那么强烈，但胜在安全美味，还能调味杀菌，一举多得。接下来我们来说姜。生姜是厨房里的常客，煲汤炒菜经常少不了它。很多人冬天爱喝姜茶驱寒，身子暖和了，
血脉也跟着舒展了。姜辣素是生姜中的主要成分，不仅能驱寒，还具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对心血管也有好处。科学研究发现，生姜提取物在体外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这意味着生姜有一定天然抗凝的效果。当然，日常饮食中的用量不可能太大，但经常吃点姜对改善循环、降低血脂都有益处。除了生姜，和它同一家族的姜黄也是个宝贝。姜黄俗称郁金，自古就是中医活血化瘀的药，其中的姜黄素是强力的抗氧化剂和消炎物质，还有阻止血栓形成的作用。日常烹饪中偶尔加点姜黄粉，不仅增色添香，说不定也在默默守护着血管。再来说说辣椒，爱吃辣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在享受麻辣美味的时候，也顺便给血管做了个 SPA。 辣椒中的辣椒素让我们感觉火辣辣，那其实是身体在释放啡肽并加速血液循环的表现。适度吃辣有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有研究指出，常吃辣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相对更低，这可能和辣椒能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有关。当然，吃辣也要量力而行，肠胃不好的人不要勉强，多数南方人饮食偏清淡，也可以选择其他温和的食材来保护血管。洋葱也是不容忽视的蔬菜明星，切洋葱流泪让人印象深刻，那刺激我们流泪的硫化物，其实正是洋葱中有益心脏的成分之一。洋葱富含胡皮素等抗氧化剂，研究表明它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水平，降低坏胆固醇水平，还能一定程度抑制血小板凝集。生吃洋葱也许太辣，但凉拌、稍微腌制或炒熟都不影响它发挥保健功效。难怪西方有句俗语，洋葱每日一颗，心脏病不找你。可见洋葱对心血管的好处广受认可。说到预防血栓，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一道黑乎乎的宝贝——木耳。黑木耳被民间誉为血管清道夫，很多老人家坚持天天炒木耳、炖木耳汤，据说可以稀释血液，冲刷血管垃圾。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现代研究从木耳中分离出一种抗血小板聚集的物质，简单说就是木耳里的有效成分能让血液不易凝成块，所以经常吃点木耳，对预防血栓形成可能有帮助。木耳本身还是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食品，对控制体重和血糖也有益处，可谓一举多得。此外，日本人爱吃的纳豆也是一味血栓克星，黏黏滑滑的纳豆中含有纳豆激酶，这种酶能够帮助溶解血栓。在日本进行的研究中，常吃纳豆的地区人群中风发生率相对较低。当然，纳豆气味特殊，不是所有人都吃得惯，不过这也提示我们，发酵豆制品对血管健康大有裨益。再把目光转向海洋，鱼类，尤其是深海的肥美鱼类，如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等等，是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的极佳来源。Omega-3 被称为血液清道夫，因为它能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炎症反应，还有轻度抗凝的作用。当年科学家研究居住在北极的因纽特人，也就是俗称的爱斯基摩人时，发现他们虽以高脂肪饮食为主，却很少罹患心血管疾病。深入一查，原来秘诀就在于他们长期食用海鱼和海兽肉，摄入了大量 Omega-3， 使得血液中的脂质成分更健康，还让血液不容易凝结成块。这一发现轰动一时，也开启了鱼油保健的热潮。当然，我们没必要猛灌鱼油胶囊，直接每周吃2-3次鱼，就足以获得足量的 Omega-3 了。对于不爱吃鱼的人，亚麻籽、核桃等也含有植物 Omega-3， 可以作为替补。提到坚果，不得不说它们也是血管的好朋友。杏仁、核桃、花生等坚果富含维生素 E 和有益的脂肪酸。维生素 E 本身就是一种天然抗氧化剂，有助于防止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不饱和脂肪酸则有助于提高好胆固醇水平，降低坏胆固醇水平。每天一把坚果，能够帮助改善血脂构成，对预防动脉硬化有益。当然，坚果热量高，适量即可，不要当零食一吃停不下来。烹调用油方面，提倡使用橄榄油、山茶油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的油，
对心脏更友好。长期使用有助于保持血管弹性。最后别忘了新鲜的蔬菜水果，蔬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肠道对脂肪和糖分的吸收，降低血液粘稠的来源。比如燕麦、秋葵等食物的可溶性纤维就像海绵一样吸附胆固醇。蔬果里的维生素 C、花青素、番茄红素等抗氧化物质又能够保护血管内皮，减少炎症反应，让动脉更柔韧，不易硬化。有研究发现，每天喝一些石榴汁可以减缓动脉斑块的进程，甚至有助于斑块缩小。可见坚持摄入抗氧化丰富的食物，长远来看对血管非常有益。经常吃水果的人，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发病率也相对较低，这都是日积月累的饮食习惯，悄悄在改变血液的粘度和血管的状况。归根结底，养护血管无非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这几件事。该吃的营养要吃够，不该吃的垃圾少碰。长期坚持下来，血管会回报给你畅通无阻的健康。此外，戒烟限酒也非常重要。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血管内皮，增加血液粘稠和凝血倾向。长期吸烟的人，心梗、中风风险远高于不吸烟者。过量饮酒则会升高血压并诱发心律失常，对血管健康不利。所以为了我们的血管，这些不良嗜好还是越早戒掉越好。或许你会问，这些方法听起来很简单，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健康往往就藏在生活细节里，贵在坚持是老生常谈，却是至理名言。想让血管长期保持通畅，就得长期给予良好的养护。别小看每天的一杯水、一杯茶、一瓣蒜、一把坚果等等，它们加起来日复一日地滋养着我们的血管，就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最终你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管真的比同龄人更年轻、更干净。毕竟，与其将来得了血栓再去医院打针吃药，不是现在就好好喝水、健康饮食来预防更好吗？所以，从现在开始行动吧，给自己倒一杯温热的白开水，泡一壶清香的绿茶，买菜时挑选一些对心脏有益的食材，让我们和家人一起养成这些健康的小习惯。或许短期内感觉不到什么不同，但坚持下去，你的血液会越来越清澈，精神越来越充沛。有朝一日，当医生惊讶于你年过花甲，却血管如同年轻人般通透时，你就会感谢当初多喝的每一杯水、每一口茶。下次再听到多喝水这句话，可别再不以为然了。这看似简单的叮嘱，其实蕴含着大大的健康智慧。用水滋养血液，用茶和美食守护心脏，让我们远离三高，远离脑梗和心，拥有长长久久的健康人生。